在视频的开始，需要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讲福特皮卡。首先，这是我房车基础知识系列视频当中的一集，其他2集分别是房车分类详解和如何匹配拖挂式房车和皮卡。对那2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知道北美的主流房车是拖挂式房车，这一点我们通过2019年美国各型房车销售数量排行榜已经充分了解到了。在房车分类那期视频中也有详细分析。既然讲拖挂式房车，那必然离不开牵引车辆。那么在众多牵引车辆当中，我为什么选择福特皮卡呢？首先，很多 SUV 也可以作为牵引车辆，但是大部分重型 SUV 的牵引能力在6000至9000磅之间，看似这个数值很大了，但是对于房车来说，只是一些轻型房车。再有，第5轮房车和皮卡房车必须使用皮卡等货车来拖载，所以皮卡无疑成为拖载房车的最佳选择。在皮卡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福特皮卡。我们来看一下近4年美国市场各种车型销售量综合排行榜。实际上，福特皮卡已经连续30多年在美国汽车销售排行榜上排名第1。从图示中我们看到，福特 F 系列皮卡销量每年都遥遥领先于其他车辆，并且第2名和第3名也分别是公羊皮卡和雪佛兰皮卡。所以从此排行榜中，我们充分了解到了皮卡在北美的地位和重要性。多说一句，从此排行榜中，我们还看到了近几年汽车销售趋势的变化。在2016年，排行榜中4到6位的是家用轿车，但随后排名逐年下降，到2019年，排行榜中的4到7位已经完全被 SUV 所取代。所以我们看出 SUV 已经成为市场的新宠，但它还不足以撼动皮卡的地位。好，那我们现在回到福特皮卡上来。首先说明一下，福特有一个轻型皮卡系列，叫 Ranger， 中文翻译应该是游侠。这个系列皮卡也很有名，但是牵引能力比 F 系列差很多，所以我们就不讨论它了。此外，福特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 E 系列皮卡，因为厂家只销售它的车架用于房车和其他特种车辆改装，所以并不被人们所熟知。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北美市场上绝大多数 C 型房车都是建立在福特 E350 上面的，那你就明白了。另一个系列就是大名鼎鼎的 F 系列皮卡了。在这个系列当中，从 F150 到 F750， 福特皮卡可以说全方位无死角地覆盖了绝大部分市场需求。其中 F450 到 F750 属于重型皮卡，主要面向于商业市场，特别是很多特种车辆改装都是在这些重型皮卡上来完成的，所以我们今天也不讨论它们了。那我们就把这个视频的范围缩小到 F150、F250 和 F350 这3种车型当中。看似只有3种车型，但实际上每种车型的分类都非常繁杂。比如按豪华程度有6、7种分类，按发动机有几种分类，按燃料类型有汽油、柴油之分，按驾驶舱有单排、双排之分，按货箱长度有短、中、长3种，按油箱大小也有几种不同。另外，厂家还提供了一些特殊的安装包，用来适应某些特殊需求，比如重载安装包、拖挂安装包、越野安装包等。所以，所有这些分类组合，结果可能有数百种之多。那我们如何在这数百种选择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皮卡呢？让我们来一一分解。所有福特皮卡的数据我们都可以在福特官网中找到，但是说实在的，这些名称和缩写
以及各种数据看着就让人犯晕。还有时我们看经销商网站时，对那一连串的产品名称也是一头雾水。所以在分析过程当中，我会把一些基本概念和参数结合着具体项目来讲解。因为我们这个视频是面向房车的，并不是一个纯汽车节目，所以我们只关注那些和房车有关的参数。这也是我提炼出来的一些精华。懂了这几个概念，你就能看懂经销商网站上的产品标识了。首先我们来看 F150， 它按配置不同，从低到高分为7个等级，主要体现为豪华程度的不同。它们分别是1 XL、2 XLT、3 Lariat， 中文直译是套索，我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翻译，暂且用这个吧。4是 King Ranch， 国王牧场。5是 Platinum， 铂金版。6是 Limited， 限量版。7是 Raptor， 就是猛禽。其中 XL 和 XLT 是 F150中的低端车型，套索和国王牧场是中端车型，铂金版和限量版是高端车型，其中又以限量版为最高端。内部装饰和很多功能完全不输于绝大多数高级轿车。它们之间主要区别，一是发动机方面，低端车型配备低级别发动机，高端车型配备高级别发动机。其他包括外观、内饰、主动被动安全辅助系统，以及很多实用功能，比如遥控启动、无钥匙启动、行驶中车道保持辅助系统，有行人检测的预碰撞辅助系统、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拖车摇摆控制系统、拖车辅助系统、大屏幕仪表盘、360度摄像头、大屏幕中控系统、全景天窗、遥控货箱门、电动后窗、高级音响系统、真皮座椅、真皮方向盘、LED 灯光、电动脚踏板、电动伸缩式后视镜、电动可调节座椅、货箱照明灯、加热座椅、语音导航、雨感雨刷、轮胎轮毂、木质内饰等等。所谓一分钱一分货，从低到高依次排列，选择丰富，以适应不同的客户群体。最后我们来聊一下 Raptor 猛禽，它是一款很特殊的 F150，因为它通过一系列升级改装，包括悬挂系统、驱动系统和发动机等几方面的升级，使它的越野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所以在越野爱好者眼中大名鼎鼎。但它并不适合用来做牵引车辆，在后面参数分析的时候我们会有讲解。那有人问了，我在街上看到的皮卡车身上标着 STX、XTR 和 FX4 是什么意思呢？你说的7种车型当中没有这些呀？那我们来解释一下。简单的说， STX 是 XL 的升级版， XTR 是 XLT 的升级版。其实它们主要是外观和中控系统的升级，动力系统和其他车辆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 XL 和 XLT 是 F150当中的低端产品，厂家为了迎合顾客的需求，在某些外观和内部功能进行了有限升级，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这2款低端车型的销售量。而 FX4 是安装了越野套件的车辆，所以提升了越野性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F150的发动机。目前 F150装车的发动机有6种，一是 2.7 升 EcoBoost V6 汽油发动机，二是 3.5 升 EcoBoost V6 汽油发动机，三是 3.5 升 EcoBoost V6 高输出版汽油发动机，四是 3.3 升自然吸气汽油发动机，五是 5.0 升自然吸气 V8 汽油发动机，六是 3.0 升柴油发动机。各款发动机的性能参数如表中所列，
2.7升和3.3升汽油发动机只装配于一些低端车型。在这些发动机当中，第二款3.5升 EcoBoost 汽油发动机是 F150系列当中的明星产品。它采用双涡轮增压技术，使它的性能达到或者超过了 5.0升自然吸气发动机。我们来对比一下它们的功率和扭矩，可以看出功率上它仅比 5.0升自然吸气发动机少20马力，但是它的扭矩比后者大出了70磅英尺，从而成为 F150当中的主力发动机，也是性价比最高的一款发动机。第三款3.5升 EcoBoost 高输出版汽油发动机是在前一款的基础上经过重新调教后的一款高性能发动机，功率和扭矩都有大幅度提升，但此发动机仅装配于猛禽和限量版这2种车型，也就是 F150当中最贵的2种车型。接下来我们看驾驶舱，有3种分类：一是单门驾驶舱，英文是 Regular Cab； 二是一门半驾驶舱，英文是 Super Cab； 三是全尺寸双门驾驶舱，英文是 Super Crew 或者是 Crew Cab。 从货箱长度来分，有3种分类，分别是 5.5 英尺、6.5 英尺和8英尺3种规格。从油箱大小来看，有3种分类，分别是23加仑等于87升、26加仑等于98升和36加仑等于136升3种规格。从燃油类型来看，有汽油和柴油2种。当然，从驱动形式来分，有2轮驱动和4轮驱动。还有一些不太重要的分类，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比如变速箱有6速和10速之分，并且10速变速箱大有全面取代6速变速箱之势，也许再过2年我们就看不到6速变速箱了。在上述这些分类组合当中，有些是固定组合，有些是没有这种组合。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所有 F150当中，对于单门驾驶舱车型就没有提供 5.5 英尺短货箱这种选项，而对于全尺寸双门驾驶舱车型就没有提供8英尺长货箱这种选项。也就是说，短驾驶舱就不能配备短货箱，而长驾驶舱就不能配备长货箱。厂家是通过这种方式使车身长度达到了相对平衡。再比如说猛禽就没有单门驾驶舱这种车型，而且猛禽的货箱只有一种选择，就是 5.5 英尺短箱，发动机也只有一种，就是 3.5 升 EcoBoost 高输出版汽油发动机。总结一下，福特 F150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北美汽车文化的一个代表，没有哪一个国家像美国人这样喜爱皮卡。我们视频开始介绍的美国汽车销售排行榜中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究其原因，我觉得简单的说就是实用，既能拉人又能拉货，最重要的是它有超强的拖挂能力。很多美国人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都离不开皮卡，比如很多作为运输的牵引车辆充分体现了皮卡的能力，还有很多与建筑装修相关的，以及电力电信工程、园林绿化等很多行业的工作车都是在皮卡车架上改装的。在日常生活当中，美国人有钱爱玩，房车自不必说了，还有很多玩具，像自行车、摩托车、沙滩摩托、雪地摩托、游艇等等，都需要拖载。无论是驮着还是拖着，皮卡无疑成为最佳选择。而福特 F150价格从2万多美元一直到7、8万美元，覆盖了全部低中高端市场，各种车型选择丰富，我相信一定有一款适合你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F150各款发动机所对应的几个主要性能参数，如表中所列。第一个参数是 Axle Ratio，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但比较难以解释清楚。中文直译为轴比，也有翻译成齿轮比的，但我觉得翻译成传动比更容易帮助我们理解。它的定义是轮胎每转动一圈，传动轴所转动圈数的比值。比如 3.73 的含义就是说，轮胎每转动一圈，传动轴需要转动 3.73 圈来驱动它。那这个参数的意义是什么呢？简单的说，这个数值越大，车辆的拖挂能力越强，因为相当于用了更长的距离。这是一个力学常识，很类似于杠杆和滑轮的原理，但牺牲的是燃油经济性。数值越小，拖挂能力也越小，但省油。我们来对比一下同一款发动机不同传动比时的表现，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参数。比如表中所列的 3.5 升 EcoBoost 发动机，当它的传动比为 3.55 时，它的拖挂能力达到了13000磅，但当它的传动比为 3.15 时，它的拖挂能力就降到了10700磅，少了2300磅。所以我们看出传动比对拖挂能力有很大影响，同时也看出并不是所有装配这款发动机的 F150 拖动能力都能达到13000磅。换个说法，影响拖挂能力的因素很多，当然最重要的是发动机，其他的如传动比、驱动系统、车身强度等都有影响。表中我所列的数据都是各款车型所能达到的最大数值，具体到某一辆车时要具体分析。厂家在出厂时平衡了它们之间的关系，给出了几种固定组合，具体哪一款适合你，要看你的具体需求。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参数，整备质量，也叫空载重量，英文是 curb weight， 就是汽车出厂时的空载重量。这个重量包括润滑油、随车工具、备胎和燃油，但是不包括任何的后期改装。第三个参数是最大重量，英文是 GVWR， 是汽车装载所有人员和货物以后不能超过的重量，是包含汽车自重在内的总重量。最大重量等于空载重量加乘客加货物加房车摄重。第四个参数是最大载重量，英文是 Payload Capacity， 是汽车最大有效载荷，是汽车所能装载的人员及货物总重量，但不包含自身重量。最大载重量等于乘客加货物加房车摄重。上述三个参数的对应关系是最大重量等于空载重量加最大载重量。第五个参数是最大组合重量，英文缩写是 GCWR， 是皮卡装载所有人员和货物并且拖挂上房车以后合计重量的最大值。最大组合重量等于汽车最大重量加房车最大重量。上述公式当中，房车最大重量就等于汽车的拖挂能力，所以就引出了第六个参数，拖挂能力，或者叫牵引能力，英文是 Towing Capacity。 根据上面的公式，我们得出牵引能力等于最大组合重量减去汽车最大重量，又知汽车最大重量等于空载重量加乘客加货物，所以牵引能力又等于最大组合重量减去汽车空载重量加乘客加货物的总和。从表中我们看出，拖挂能力最强的是配备 3.5 升 EcoBoost V6 汽油发动机的 F150， 最高拖挂能力达到了13000磅，而拖挂能力最差的是配备 3.3 升自然吸气汽油发动机的 F150， 拖挂能力是7400磅，而以越野为特长的猛禽拖挂能力仅为8000磅，排名倒数第二，比最高的13000磅足足少了5000磅，所以并不适合用来做牵引车辆。
汽车的参数品类繁多，但搞懂以上这几个就足够了。当你的房车是皮卡房车时，那你只需要看载重量，不超过就可以了。但是最好留出10%到20%的冗余量。当判断一款牵引车辆是否适合你的拖挂房车时，要看2个参数，一个当然是拖挂能力，这个很好理解，另一个就是载重量。因为当你的牵引车辆挂上房车时，有一部分重量就是房车的蛇重会加到牵引车辆上，所以要把这个重量计算在内。特别是如果你的房车是第5轮拖挂房车，那就更应该注意这个问题。最后，无论是拖挂能力还是载重量，都最好留出10%到20%的冗余量，是为了安全起见。关于房车和皮卡的匹配问题，我在另外一个视频中有详细讲解，请参见如何匹配拖挂式房车和皮卡那个视频。表中最后一列是各款车型建议的最大拖车重量，根据你房车的重量可以找到适合你的皮卡。看完了 F150，那我们先解释一种习惯叫法。美国人习惯上把 F150叫做 half ton truck， 就是半吨卡车，把 F250叫做 3/4 ton truck， 意思是3/4吨卡车。那么把 F350就叫做 1 ton truck， 就是1吨卡车。如果你去 4S 店，销售人员如果这么对你说，那你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现在我们来看 F250和 F350， 它按配置不同，从低到高分为6个等级，和 F150一样，也主要体现为豪华程度的不同。动力系统和拖挂能力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1是 XL， 2是 XLT， 3是 Lariat 套索， 4是 King Ranch 国王农场， 5是 Platinum 铂金版， 6是 Limited 限量版。这些不同等级的区别和 F150完全一样，我们就不赘述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发动机。目前 F250和 F350装车的有3款发动机，分别是1 6.2 升 V8 汽油发动机， 2 7.3 升 V8 汽油发动机， 3 6.7 升 V8 柴油发动机。各款发动机的性能参数如表中所列。这3款发动机因为排气量巨大，都拥有充足的动力，特别是 6.7 升柴油发动机，功率达到了475马力，而扭矩更是达到了1050磅英尺，可以说是家用汽车中怪兽级的数据。我能想到的最强 SUV 是雷克萨斯的 LX570， 它所配备的 5.7 升 V8 汽油发动机，功率是383马力，扭矩是403磅英尺，可以说已经非常强悍了。但是和 F350这款发动机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其实 F250和 F350主要也是面向商用市场，兼顾民用市场，很多用于重载运输和特种车辆改装。我们之所以讲它们，是因为有些重型房车必须用它们来拖挂。讲完了发动机，我们来看驾驶舱。和 F150一样，也是有3种选择。1是单门驾驶舱，英文是 Regular Cab； 2是1门半驾驶舱，英文是 Super Cab； 3是全尺寸双门驾驶舱，英文是 Super Crew 或者是 Crew Cab。从货箱长度来看，有2种分类，分别是 6.75 英尺和8英尺2种规格。从轴距上分为长轴距和短轴距2种。从油箱大小来看，有3种分类，分别是29加仑等于109升，34加仑等于129升和48加仑等于181升3种规格。从燃油类型来看，也有汽油和柴油2种。当然，从驱动形式来分，有2轮驱动和4轮驱动。F350与 F150和 F250有一个区别，是它增加了后双轮这种车型。也就是说
只有 F350以上的重型皮卡才有后双轮车型。因为有了后双轮，这种车型的载重量和拖挂能力都有大幅提升，特别适合用来拖载重型第5轮房车和重型皮卡房车。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F250和 F350各款发动机所对应的几个主要性能参数。如表中所列，内容和 F150基本一致，但是拖挂能力细分为常规拖挂能力和第5轮拖挂能力，并且第5轮拖挂能力比常规拖挂能力有大幅度提升。特别是 F350双轮版皮卡，以它的拖挂和载重能力，不夸张地说，可以胜任目前市场上销售的任何一款重型房车。如果你是一个重型房车的爱好者，那一定能从 F250和 F350当中选到适合你的牵引车辆。最后，祝每一位车友都能选到自己满意的房车和皮卡。欢迎点赞、订阅、分享，谢谢收看。